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吴征发言人、陈志涵主任、费鸿泰委员、陈金辉委员、殷乃金主委。好，美国跟伊朗停火协议要再延2周，本来2周，再延2周哦。那下礼拜可能在巴基斯坦进行第2轮的会谈，甚至川普还说周末就有可能，周末就有可能。川普还讲说，如果他们真的签了这个和谈，美国跟这个伊朗，我要亲自去签。哇，当然了，这么好的成果，岂能落外人田，对不对？当然他要自己去了哈。那川普说了啊，不知道真的假的。川普说，伊朗完全同意不再发展核武，而且要把浓缩铀交出来。川普说，我们关系甚好，他现在关系就好了哈。当时要把人家整个一夜之间都毁灭了他们的这个波斯文明哈。那美国伊朗若达成协议，我可能亲赴巴基斯坦签字，因为他们需要我啊。川普宣布以色列黎巴嫩停火10天，哦，那当然这个主要是真主党了，所以呢，黎巴嫩跟这个以色列的大使在华盛顿，他们驻美国都有大使，34年没有见过面，哦，这个像敌人一样啊，王不见王，敌不见敌。那川普说，我很荣幸解决全世界9场战争，这将是我的第10场。他发起了战争啊，他发起打伊朗啊。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让步，所以也被国内骂说他被牵着鼻子走，因为以色列强硬派很强的哈。那说因为他宣布停战，内部措手不及，那也被川普逼的嘛。因为川普说我要跟伊朗谈啊，你那边还继续打，我跟伊朗谈什么呢？那伊朗就抓着啊，所以你那边不停的话呢，我这边就不跟你谈了。哦，所以伊朗昨天也吹牛说，之所以这个真主党现在不再炸他了，哦，以色列不再炸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就是我们伊朗去逼川普的，反正大家都可以吹牛啊。但是呢，纳坦雅胡说，虽然我们停火10天，不会从黎巴嫩撤军。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点名真主党说，哎呦，你要遵守协议了，不要再杀来杀去了了哈。贝鲁特的居民哈，居然哦鸣枪哦跟放烟火来庆祝哈。那川普说，伊朗战争很快就结束，我们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哦，但是伊朗武装司令呢是说，敌人对战局存在误判，乱讲。什么叫结束？什么叫快结束？不是你决定，是我决定。那另外呢，美国也威胁你再涨哦，我们要重新把子弹装起来，飞弹装起来，再打你。那另外呢，说可能改签备忘录，哦，伊朗提放钱换放船，哦，我船给你过，但你要给通行费了哈。浓缩铀部分妥协，双方已经开始缩小部分的分歧啊。这是我原来有在我们节目有讲嘛，美国要20年，伊朗5年，我说加除2嘛，差不多了哈，10到15年就好了嘛。现在讲有可能停止浓缩年限，就他们可能讨论的结果，有可能停止浓缩年限哦。然后呢，美方要求伊朗60%的浓缩铀运走，那伊朗是说呢，一部分会运走。到现在60%嘛，伊朗学运40%，也许运50%哦。然后呢，部分浓缩要保留于医疗用途，还有一部分呢要核反应炉、研究反应炉啊。所以换句说，做研究用，不做武器用啊。反正这种就是大家漫天要就地还钱，然后互相你让一点，我让一点了。如果愿意谈的话，就是这样谈；如果不愿意谈，当然都别扯了啊。那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趁机去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平民区，为什么呢？乌克兰总统已经讲的事情说，现在没有人管我乌克兰战争了，谁去管乌克兰战争？以哈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人管乌克兰了，这时候呢，这个美国跟这个伊朗战争更没有人去管乌克兰了哈，所以呢，至少死了17个人哦。那泽伦斯基说，俄国不配获得任何制裁放宽或解除，要继续制裁俄罗斯，不能放宽。我们看一下。黎巴嫩彻夜轰隆响个不停，但这次不是空袭的炮火，这是庆祝的炮弹跟烟火。饱受战火摧残的黎国南部城镇，民众彻夜上街狂欢，因为他们终于等到了停火。和平来得很突然，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台湾时间17号清晨5点起，以黎要暂时停火10天。President Trump has posted to social media that a ceasefire is going to be going into effect between Lebanon and Israel in about 5 hours.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晚几个小时才开记者会宣布停火。לפסק זמן, או יותר נכון, להפסקת אש זמנית של 10 ימים, כדי לנסות לקדם את ההסכם
שהתחלנו לדון בו עם פגישת השגרירים בוושינגטון. 就在停火前夕，以军还空袭炸断了一座桥梁，跟真主党有零星的交火。当晚以色列都还在开内阁会议，川普就抢先爆雷了，以色列等于是被推着停火。And so Netanyahu is clearly being jammed by President Trump. His security cabinet could not come to a decision last evening on a ceasefire, and the president went ahead and announced one anyway. It came amid, days of mounting pressur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Israel to agree to a ceasefire. 川普后来还加码宣布，以黎要展开44年来首次的正式谈判。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first time in 44 years. And Lebanon will be meeting with Israel, and they're probably going to do it at the White House. When do you think, President, when do you think they will? Over the next week or two. Or the next week, and do you think this agreement can reach? I do. I think without Hezbollah I think we will have an agreement between Lebanon, and they'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Hezbollah. 川普强调，这次的停火有包括真主党，但黎巴嫩政府也得要控制住真主党。以黎停火也为下一阶段的美伊谈判扫除了一大障碍。老沈，看能谈什么这次？我觉得川普决定要把这个最后通牒再往后延20天，让短线做股票的人很为难因为这未来你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个未来20年又要震荡之前如果是自己的真本钱做的还没关系，如果是融资的借钱讨厌，那这个20天的利息要怎么算？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相信川普的话，但是你应该要把这个对伊朗之战跟对黎巴嫩南部之战虽然是一体的。一大一小连接在一起的，但是不妨稍微把它分开看，因为我觉得黎巴嫩南部之战是以色列的主战场，那伊朗呢是美国的主战场，那这个黎巴嫩南部这个很难解决因为真主党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不会随便说放下武器完全投降。那以色列自在这一块领土我一旦把你打烂了，让你迁村了。那为什么我就随便停呢？我要趁势越扩大越好，所以这是我不太相信黎巴嫩这个停火是完整的，还有是有它的永久性。但是伊朗现在你听川普的话，如果你相信的话，那真的伊朗恐怕是有一点精疲力尽、无以为继，因为他一来浓缩铀做了很大一个程度的让步，然后呢，这个海峡这个。他要答应通行，然后呢，好像也不可以收费。如果川普能够逼伊朗到恢复原来的通行，然后没有收钱，我觉得对川普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惨胜。他这个胜利是很惨，但是不小。那对他即将面临时间一分一分流失的其中选举，还来得及他这张大嘴巴，他回去会去宣传讲，你看我这厉害，美国得到空前的胜利，我们那边也得了，那边也得了，油也得了，通信也得了，那这个对中东的这个核战的威胁也暂时的解除，他会把它吹牛的非常的漂亮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算这些都是真的，我觉得他要回来救美国的国内。他自己的政情，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觉得这个伤害已经造成，而且这个停滞性通膨的这个趋势已经无可挽回，而且老百姓对他的失望尤其这些保守派的原来说哇，你这个家伙跟着心中无神，我们选错人的，还有所有他过去的盟友，觉得说这个人不可相信。他现在是吹牛，他得意了，他等到他得意了，他就又翻脸，又对我们又是另外一番面目了。所以呢，我觉得川普之所失远大于他可能的所得，所以我不保持乐观。但是呢，股市能赚就赚。老沈很高兴。精辟的结论。不过有一点伊朗之前这就要讲过嘛，说我可以停止发展核武，记得吗？在这个还没有打之前，而且我也愿意把我的这个浓缩铀运到第三国，伊朗建议最好到俄国去保存嘛，而且愿意国际原子能什么总署派人来查，之前讲过，而且在谈判下礼拜就要谈判最后了，这礼拜川普就下令去炸了嘛，
所以伊朗现在也不太相信美国，而且事实上，伊朗就算说我要停，他真的停了吗？你也不知道，反正现在就是尔虞我诈，你这样讲我那样讲，你那样讲我这样，就扯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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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过去。来，黄大兄怎么看？老沈会提到的股票啊，我跟各位报告，其实，在坊间有很多人提到啊，这次有一些以色列人，有一些美国人赚了不少钱。尤其是2月28号之前，当然有人知道会发动战争的时候，你想想看，在期货市场可以赚到多少钱？你每一次停战再开战，我相信对不对？老沈刚才讲的是很多投资者的心理的心声呢，这个都是事实。但是你至于会不会停战呢？我不觉得会停，因为川普的话你会相信吗？就像他搞这个关税的事情，当时我在这边讲说，我无法去预测，因为他的个性的关系。再加上中东真的会好好和平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现在主要在那边打仗是两种宗教，一个是犹太人，犹太教，一个是穆斯林，这两个宗教都有严重的排他性。所以我的神是真神，其他神都不是真神。犹太人之所以被在几千年前离开那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再看川普的个性啊，平常讲他现在之所以会选择大家要和谈，老沈刚才讲的，我很少引用他讲的话，今天讲的2点是对的了哈。一个是期中选举，一个是通膨会变成这个通缩。川普一直想要降息，因为这个战争无法降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再看看了，短期之内啊，如果川普是为了国内的压力给他让他受不了的话，也许可以短暂的半年1年的和谈。但是到了期中选举之后，我不晓得这个战争会不会再继续持续。总之，这个世界被川普、被以色列搞得实在很乱，也很难去 predict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对了，不过当然，也许就是伊朗至少在这个阶段打得也很辛苦了。一开始49个头就被斩首了，接下来又几个首长又被斩首了，所以几乎然后新选出来的这个继承人到现在没出现过，出现都没出现过，只看到2个声明。有的说他脑筋炸坏了，有时候他脸炸烂了，有时候他腿炸断了，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所以对伊朗来讲，这个战争他已经死很多人了，而且他已经损失了1-2千亿美金了。另外，他在海外的1000多亿美金也被冻结了。所以对伊朗来讲，到底是一种是打不下去，一种是没关系，我暂时休息一下嘛，先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嘛，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也同意这个洪泰兄讲的，当你把以色列放在那边复国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永远这个地方没有和平的种子了。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这2个文明如果冲突，曾经有学者讲，那就是世界毁灭的时候。休息一下再回来。以色列。好，川普这个好大喜功的人，美国要建国250周年呢，他要盖个凯旋门。这个凯旋门有250英尺，大家可能换算一下，3.3对，这个3.3英尺是1公尺，所以我算了一下，大概75公尺左右。75公尺是起码是25层楼高的一个塔，它是要比全世界比什么巴黎凯旋门啊，比什么通通高。在凯旋门上弄一个金色的自由女神。那哇，他说呢，这个实在是将来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凯旋门那但是引发争议了，所以呢，很多美国的老兵跟历史学家已经告他了要叫他阻止因为呢，他要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所以那个附近呢也有老兵的公墓什么老兵就很生气，你是什么意思反正川普就好大喜功嘛，所以我和大陆说他这个5月14、15到美国访问，还要给他到中国访问，还要给他安排一场阅兵，对，他就喜欢这一套那这个教宗警告川普说呢，暴君在蹂躏这个世界，那而且他挥霍了几十亿的钱去展开杀戮，反正教宗先跟川普也翻了脸了那川普说呢，这个我有
我有权不同意教宗，当然他有权，每个人都有权，你不同意了。身为总统，我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所以呢，教宗虽然说不要杀戮，我还是要去杀戮啊。那另外呢，教宗也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没有勇气哦，梅洛尼川普梅洛尼冷处理哈，说西方不能分裂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梅洛尼又去跟川普吵架，那不是变成意大利跟美国又分裂了吗？哦，川普今天骂这个骂那个，如果大家都跟川普对骂，那就全世界西方至少分裂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川普批评这个意大利总理没有勇气啊，然后呢又去骂这个意大利总理是个女的啊，又去骂现在全世界女总理很多，又去骂这个教宗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前一阵子贴了一个把自己穿了个像耶稣服一样的这个衣服，然后呢把手按照一个人的头上，就像耶稣治病一样。那川普自己讲说，我只以为我是耶稣，是医生啊，我没有说要耶稣，一天就把这个拿下来了，因为被教徒反感，教徒骂啊。那呢，他又搞了一张，还一不做二不休，耶稣抱着他，看到没有？耶稣搂着他，哦，他就是说，你看我是这个君权神授哦，我的权利是上帝给我的哦。那伊朗也做了一个图。就呢，耶稣在后面打他一巴掌，把他推到地狱里面去，被永火试炼。哦，圣经上是永火，永远的火烧你。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骂教宗糟糕又软弱，意大利总理说，虽然我不跟他对骂，但你不能骂我的教宗，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天主教信徒很多的。我们看一下。In honor of this historic occasio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Department of Interior will submit pl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riumphal Arch. 从这张视觉效果图可以看见，有着华丽的镀金风格，大门顶着有带着翅膀、手上拿着火炬和皇冠的天使，两侧则有雄鹰环绕，并由4只狮子守护。This monumental arch will beam at 250 feet tall in honor of 250 years.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华府盖凯旋门，但这项构想就和白宫东翼的新宴会厅一样，争议不断。This is being financed privately. It's a donation that's being given by companies, very rich people. 川普一心想建的白宫宴会厅，单指新建工程就要花掉4亿美元。如果还要盖凯旋门，经费势必往上叠加。除了大兴土木，川普的外交政策当然也是恶评不断。Even though the U.S. and Israel started the war, the hit that the U.S. economy will take is a fraction of what Europe will feel. It's a fraction of what Asia will feel. 在美国国内，参院共和党已经4度封杀限制川普对伊朗用兵的提案，民主党更想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出弹劾，而且反对川普的声浪不止出现在美国国内。Io sono assolutamente d'accordo, posso dire, pur non essendo con la Meloni, nel senso con tutta la sua linea e diciamo anche. 因为持续批评教宗，不止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不满，就连罗马人都觉得川普做错了。军会委员。刚刚沈大佬一直在讲到投资等等，我想现在全世界的关键字就叫做避险。近期呢，我们接待非常多来自欧洲的国家、美国、加拿大等等国会议员或是智库，基本上我们这个聊天的内容里面一定有川普。然后上礼拜接待了一群加拿大国会议员，他们就发表了很多他们对于川普的看法，以及他们现在必须要积极的，不能都押宝在美国身上，他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其他的国家去做结盟，所以形成了一个反川联盟啊。那这个反川联盟不是我们传统上军事的结盟，它是这个贸易跟外交的避险连线，所以。比如说，日本、韩国也在不断的扩大 CPTPP 这样子的影响力，然后每一个国家，以往我们认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澳洲、加拿大等等，因为现在面临川普的无差别关税威胁，所以大家都在想，应该要怎么来制衡这件事情嘛？那今天早上啊，我成立了一个台湾加拿大国会友好联谊会，那这个加拿大代表也来，他也是发表相同类似的看法。他说，加拿大近期内就想要多找一些中型的国家做结盟，那他们认为跟台湾深化合作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我们的供应链啊，或者是我们台积电这个布局，其实就是台湾非常宝贵，可以去做多边贸易。
主义这样子谈判的筹码。那我认为啦，因为民进党常常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民主大联盟来对抗独裁，好像我们乖乖听话，美国就一定会保护我们。可是我们放眼看去，现在刚刚播出来的一大堆反川联盟，里面哪一个不是民主国家？里面全部都是民主国家。那我想到近期我比较感慨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有在卫环委会做质询，之前马英九执政的时代呢，我们就很努力的突围，我们签了台纽、台新经济伙伴协定等等的。那最近呢，这个很不幸，有一位往生副代表颜慧欣，他的辞信里面写的就很清楚嘛，他对于民进党政府高层一再对外宣示要推动加入 CPTPP， 他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国际贸易法专家，所以他在1年半之内提出了多次建言，结果不但被排挤，没有获采纳，还被严厉的驳斥等等的，表示根本没有心来弄多边的经贸关系。那我是觉得最后很遗憾的是，这么专业的幕僚却在职场被霸凌对待，然后我们再拿台湾的未来去倒贴美国，这样子的政府是不是应该调整方向呢？我们看看川普到底怎么样。美国总统川普的中国访问行程，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延后6个星期到5月中，目前美伊谈判还没有结果。不过，川普表示他期待访问中国，还说他跟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关系特殊。Well,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there. We have a very special relationship, so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in China. 美国贸易代表葛利尔针对2027预算出席众院听证会。葛利尔表示，美国试图和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预期川习会顺利，美中关系稳定。除了要解决芬坦尼问题，美国要稀土，也要中国采购美国产品。We expect that meeting will go smoothly. We expect that we will prolong stability in our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On the one h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we can continue to receive the rare earth minerals that most of the world is dependent upon China fo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want to be able to ensure that the Chinese are buying things from us that Americans are good at making. This mean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t means airplanes, it means medical devices.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e're fine to import from China as well. And so we want to have an outcome geared toward having balanced trade with China and a manage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to avoid surprises, avoid escalation. 我看这个川普哦，这一次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伤了哈。就是美国它现在呢，在世界上面呢，虽然我们说G2 好像中美2大国，但事实上呢，就总体的不管是经济、军事啊各种的软实力整合起来的话，美国还是世界超强。可是因为川普的举动太不按牌理出牌了。而且呢，他先是呢，他这样子一意孤行的这样去炸，好，然后呢，他又没有办法控制这场战局。刚才大家提到说，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和谈，并不太乐观啊。但是目前的消息显示呢，是因为呢，伊朗坚持把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和谈呢，包含在美伊和谈的一部分。所以看起来这个部分呢，反而有可能啊，可以取得一种暂时性的这个停火。我想应该是永久停火可能不困难，但暂时性停火是可以的。反而是在伊朗的部分呢，目前川普不是才讲说，他要同意要交出所有的核材料，可是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有关于他们的浓缩铀的最终的去向哈，以及到底是要怎么样交出来，伊朗方面是有意见的，所以他可能呢未来呢会达成的是一个管理啊，就管理这霍姆兹海峡的这样子的一个暂时性的协议，而并不是一个永久和平的协议。就川普这样的举措呢，他今天得罪所有的这个盟友，而且他最严重的呢，就是在教宗这个部分哈。全世界这个教宗就是教皇哎，那在这过去的那个宗教战争时代的时候，就基督教文明跟这个穆斯林文明，他们是2大的，就宗教战争，他们是2大的这个文明呢，这样的对抗。而就美国来讲，它本来就是代表着基督教文明、天主教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支。
但是呢，他却这样子亵渎教皇，他就是得罪了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所以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也得罪了这个盟友，真的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反而凸显了中国大陆呢，在这个时候的角色，不但是习近平呢。根据这个川普的这个讲法，习近平跟他讲说，绝对没有，我们并没有要卖任何的武器给伊朗这件事情。所以我之前也讲过，中国大陆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于呢还要求中国大陆还要求伊朗呢在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部分呢要让步，要稍微停手。所以是中国大陆呢成为了一个调停，好像是一个世界上面呢希望和平和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川普呢却是一个引战者啊。那我觉得在刚才呢上一段呢提到就是泽伦斯基，我觉得这最悲惨的就是泽伦斯基了哈。当这个美伊战争、中东战事呢打得这么火热的时候，谁还记得乌克兰呢？然后呢，就现在呢，俄罗斯呢就加紧了对于乌克兰的攻击。就对于美国来讲，对于北约来讲，对于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兵力来讲，美国早就已经失去同时打2场战争的能力了。更何况，美国呢，在这俄乌战争上面呢，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参战的意图。对于欧洲这些国家来讲，他们关心乌克兰其实更胜于伊朗，因为就在他旁边嘛。欧洲其实蛮紧张的。休息一下再回来。